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阿成。做游戏真的会越来越上头，这次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劲爆的更新，我们来一起看看吧。首先，我来汇总一下这次更新的总共开销是多少。第一个，买了一个女性僵尸的模型，作为游戏中新的丧尸的种类，等一下会具体介绍。那价格是102元。第二个，买了一个肥胖的僵尸模型，同样也是游戏中新的丧尸的种类，价格是136元。那第三个呢，还是僵尸的模型，是一个老人的僵尸，价格是136元。第四个，依然是僵尸的模型，没想到吧？它长得有点像《我是传奇》里面的僵尸，所以我之后可能会把它做成一个拥有智力的僵尸。那问题来了，拥有智力的僵尸是什么样的呢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交流一下。那它的价格是204元。那之所以买了这么多僵尸，是想让僵尸的种类更加丰富一点。这次的更新总共的开销是578元。那接下来我来汇总一下这次的所有更新内容。首先是新增部分，第一点，新增了游戏难度选择的功能。之前有很多的玩家反馈游戏太难了，那为了照顾到所有玩家，所以我加入了这个功能，也不难，就干了一个晚上。当你们点击主界面的开始游戏之后，就会进入到难度选择界面。我也贴心的给你们做好了不同难度的描述。另外，当你们正在游戏中的时候，按键盘的 ESC 进入到设置界面中，同样可以设置游戏的难度，并且这个设置是马上生效的，就不用返回主界面重新设置这么麻烦了。那游戏难度分为5档，分别是休闲、正常、熟练、噩梦，还有随机。丧尸和悲尸受难度影响的数值主要有血量、移动速度、攻击速度和伤害，看到玩家是否尖叫，是否只有爆头才有伤害，被击退的速度和概率。当难度级别达到熟练以上的时候，打丧尸的身体是无法消灭它的。噩梦级别爆头需要2枪它才会死亡。我还额外的做了一个随机的难度，随机难度就是每只丧尸的难度都不一样，有可能是噩梦，有可能是休闲，完全靠你的运气了。在老巷地图中的清朝僵尸主要影响了它的移动速度、被击退的速度、攻击速度和伤害，还有攻击的前摇。但实体怪物细菌影响的就是它的追逐的速度。那这就是关于难度功能的介绍了。第二点，新增了丧尸的种类。丧尸目前被分为了3个种类，分别是普通的丧尸、肥胖的丧尸和咆哮的丧尸。那普通的丧尸没啥好讲的，肥胖的丧尸它拥有高大且肥胖的身体，看到玩家之后不会尖叫，也不会被玩家击退，近战它也不会扣血，也不会触发 QTE， 打它的身体和头的伤害是一样的，来表现它的铜墙铁壁，没有弱点。血比较厚，但是伤害不高，它的声音比较低沉，速度也没有那么快，场景中并不多见。咆哮的丧尸是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女性，但她看到玩家时会发出尖叫声，并且会通知周围的丧尸一起冲向玩家。她的伤害也不高，声音比较尖锐，其他和普通的丧尸一致。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几只丧尸，所以最好在她发现你之前就消灭她，不然会有一群的丧尸冲过来。第3点，也是我们这个视频的标题，新增了输入作弊码的功能。当你们在游戏中按键盘的波浪号的时候，游戏就会暂停，并且会出现一个输入框，输入开挂，玩家就可以拥有无限的子弹和无敌的状态。输入关闭可以关闭作弊器。说明一下啊，这个功能是我做着玩的，纯属整活。之前看蛮多人在逆向我的游戏，给我游戏做外挂，甚至以我游戏为案例来卖逆向的教程，还有人卖我游戏的作弊器。你们觉得离不离谱？那现在我的游戏内置了作弊码，你们不用再去别的地方找或者去买了。要是还想加入什么功能，就跟我说就好了。第4点，新增了游戏中全自动和半自动的 UI 提示，现在的切换就是有声音又有 UI 的提示了。第5点，新增了后视地图混响的声音效果，会感觉场景比较空旷一点。那以上就是本次更新的新增部分，接下来是调整和修复的部分。第1点，调整了玩家自动回血的血量上限为 30%， 为之后做血包打下坚实的基础。第2点，调整了主界面开始游戏的操作顺序，改成了先选择地图，再选择人物，最后选择武器，也是为之后做一些地图有特定的人物打下坚实的基础。那第3点，调整了丧尸死亡之后的身体是可以被玩家推动的。第4点，修复了老巷中被丧尸 QTE 的时候又被清朝僵尸攻击，玩家会进入无敌的状态。那第5点，修复了这个男性角色在主界面选择帽子的时候，2个帽子会重叠穿模的问题。那第6点，修复了近战时如果丧尸背对的玩家攻击方向不正确的问题。那以上就是本次所有的更新内容，有任何的建议和 bug 的反馈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在这里真的说声实在抱歉，因为私信太多了，加上我平时要做项目，所以没有办法每个私信都看了，但是偶尔我也会翻一翻私信，会抽空的回几个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吧。那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边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